美国《纽约时报》和英国《观察家报》17号报道，有资料分析公司未经脸书用户许可，使用了5000万笔账户资料，协助美国总统川普在大选中获胜。英美两国议员纷纷要求脸书解释清楚。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受雇于川普阵营的剑桥分析，透过心理学家柯甘以研究之名成立的心理测验应用程式，取得脸书用户授权的居住地、朋友圈与按赞等个资，非法用在预测美国选民特质与政治倾向，并影响他们的投票行为。用户完全不知道个资被用在研究以外的商业用途，受牵连者多达5000万人。So by you filling out my survey, I capture 300 records on average, right? And so that means that all of a sudden, I only need to engage 50,000, 70,000, 100,000 people to get a really big data set really quickly. And it scaled really quickly. 脸书在《纽约时报》刊出相关报道前几个小时，在部落格贴文揭发此事，称2015年发现柯甘转卖用户个资后，已经要求删除所有资料，也获得肯定答复。但事后证明他没有照办，强调这不是个资外泄或者被窃取的问题，而是研究人员与剑桥分析在说谎，违反脸书政策。因此，已经把柯甘、魏利、剑桥分析与其母公司战略沟通实验室的账户关闭，也会采取法律行动。不过，因美国会议员都不能接受这种说法，指责脸书缺乏自我监管的能力，没有告知受害者也涉及违法，因此要求脸书执行长萨克伯格亲自前往国会说明。美国麻州检方也决定着手调查。Give evidence to the committee to make clear what Facebook knew about this breach of their users' data, why they didn't take action against Cambridge Analytica sooner, and why they've not informed the users whose data was taken. 立场偏保守的剑桥分析跟美国总统川普的前首席测试民粹大将巴农关系密切。虽然执行长尼克斯否认用争议个资打选战，前研究主管魏利向媒体揭发这家公司就是利用脸书的非法资讯锁定用户内心深处的恶魔。英方也关切同样的手法是否曾用在脱欧公投。英国媒体第四频道曾经伪装成潜在客户跟剑桥分析接触，录下执行长尼克斯在会议中畅谈公司是如何运作。目前剑桥分析正循法律途径试图阻止这段报道播出。记者施慧中报道。